这个礼拜我们接着讲八卦。可能有的人之前有接触过一些社会上的这种六爻，这个六爻的很多流派呀，他会觉得六爻主要是看爻的象，看爻的声望目诀，看这些东西，不要看这个大象，不要看卦的上下两卦，这种观念是错的。就是纳甲断卦呀，固然是以爻为主，以爻象，以六亲的象，以爻的旺衰等等这些为主，但是参考大象，参考上下两个金卦的象，是能够给我们的断卦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辅助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所以说要把这个八卦，把上下的金卦这两个卦它的特点一定要搞清楚。把上下这两个金卦的特点搞清楚了，我刚才说的就是对于我们的断卦有着非常好的助力，有着很好的这种帮助。我们今天晚上来讲的这个八卦呢，就是前面讲的在我的书上都有，前面讲的八卦的这个名状图像啊，这我的书上全部都有。今天晚上讲的我的书上是没有的，是我另外总结完之后加进去了，因为再把它加到书里面去就没有必要了，所以说就加给了这个课程上加进去这种象，我总结的非常的详细。第一个是乾卦，我们来看它的天象，就从天象的角度来看乾卦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晴，晴天就是乾卦，这很好理解。那么寒就非常寒冷的天气，像今天这样的天气，非常寒冷的天气，它也是乾卦。结冰是乾卦，下冰雹它也是乾卦。我那天说过了，为什么寒冰雹这些都是乾卦？因为乾卦是什么呀？它非常的什么？非常的纯，所有的纯粹的都是乾卦。乾卦寒冰雹等等这些东西，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纯粹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乾卦在后天八卦里面，乾卦在哪个位置？在后天八卦里面，乾卦在哪个位置？在西北。西北是不是高寒之地？所以说乾卦它是寒冰雹这些东西，就乾卦它的位置是非常寒冷的，这个寒冷一定是跟乾卦是有关联的。然后数字大家很感兴趣，数字跟我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？都在这里了。你的手机号码是不是能够符合你的命局等等，跟这个都有关系哈。乾卦的数字为什么是1？是不是先天之数？乾就是1，乾卦的先天之数就是1。那4呢？4是什么呀？4跟9是什么？4、9啊，是什么？合图之数，水火木金土，金是4、9。6呢？6是什么？6是不是后天的？后天八卦图上乾卦是不是在6的位置？所以说跟乾卦配合的这个数字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1469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乾卦在很多情况下，你如果用乾卦来推它的数，往往会是1和9，1和9的这个用处非常大。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说上面是乾卦，下面是巽卦，比如说这里面有个父母爻，比如说办签证，一年能办几张签证，这个是一个生意啊，一年能办几张签证。如果是乾卦，这个父母爻在乾卦里面，那么它很可能是9张或者是90张，就是在它很旺相的时候可能是90张900张，就是你要从9上去断。那么它如果非常的衰的时候是什么？是1张。能不能明白？就是断数字它旺的时候跟衰的时候，它可能旺的时候是9张，可能衰的时候是1张。因为9它还是一个什么呢？还是一个极阳之数，最大的阳。9这个数字就是最大的阳，这个是数字。然后再来看方位，方位在哪里？乾卦的方位在哪里？乾卦的方位肯定在西北，刚才说的是高寒之地。然后呢，季节是立冬，是秋冬之交。乾卦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是秋天，这个是冬天，所以说乾卦的位置就在怎么样？秋天向冬天过渡的那个中间，就是秋冬之交，也是立冬。这个节气是立冬，这个是季节。人物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，他是君主、总统、掌权人、首长。比如说像日本这种国家，他是虚君啊，他那个天皇是没有实权的，真正的权力在哪里？在首相。那你说谁是乾卦？首相是乾卦，天皇呢？天皇是什么卦？天皇也是乾卦，就是天皇是乾卦，
首相相对于天皇来说，首相就不是乾卦，首相在百官它是乾卦，所以说他是虚君还是实君，他都是乾卦。总统、掌权人、首长，然后元老，乾卦有元老的这种象，元老啊，乾卦就有很老的这种象，乾卦一定是很老的、很长远的，因为天是不死的嘛，天是不是很久很久了？乾卦就有元老的这种象，在乾卦六爻里面，这爻是君爻，这爻是元老的爻，但是他们都是乾卦。乾卦六爻，第五爻是君位，九五之尊就是那个第五爻，第六爻就是退休的，看龙有悔那个地方，但那个地方也是乾卦。然后圣贤这个都知道了，孔子这样的圣贤君子，英雄名人、祖父、父亲、家长，专横霸道的人，这个就有点贬义了。很霸道、很凶狠的人，很残暴、很残忍的人，也是乾卦。比如说他是暴君，比如说像董卓那样子杀人无数，他也是乾卦。他力量非常大，他也是乾卦。很仁慈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、文王、武王，他也是乾卦。所以乾卦它有好有坏，学易经一定要有这种概念，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好的。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会学到一个六神叫青龙，看到青龙大家都觉得是好事，未必。青龙也可能是坏事。青龙临官鬼，青龙是忌神，它成为危害的时候，它就是什么酒色之徒啊，喜事变坏事啊。青龙也有很多不好的这种象，所以说易经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它一定是两面的，它没有说绝对好的，也没有说是绝对坏的，就要看它在卦当中的表现。它是忌神，它对我不利，它就是不好的；它对我有利，它就是好的。然后呢，官员、老板、银行家、乞丐、下贱之人，为什么银行家是乾卦？谁能够告诉我？乾卦就是金银财宝，乾卦就是跟金有关系。那为什么是乞丐、下贱之人呢？乾卦为什么是乞丐、下贱之人呢？你看乾卦是皇帝，他是高高在上的君主，他很旺的时候他就是皇帝，他很衰的时候呢，他衰到不能再衰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乞丐。我经常举这个例子，这个命主是甲木的人，就是你们的八字啊，命主是甲木的人，这个甲木正常情况下他有水有土，相对比较旺相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就身材很高大，长得很俊美，他可能出身是名门，他这个毕业是名校，可能条件非常好，甲木。但是如果这个甲木没水没土，他又被克伤了，这个人就很矮，就比正常的要矮很多。去命局里面可以去看一看，尤其是没有水没有土，它就长不大。甲木就是参天大树啊，参天大树它如果没有成为参天大树的条件，它就成了一株很小的小树，它不会成为小草，它就成为一株长不大的树。这个乾卦也是一样，就是乾卦当它卦气很衰，衰得不能再衰的时候，它就是乞丐，就是下贱的人，就是奴隶，都有这种可能性。第六，婚姻，我们在断婚姻的时候碰到乾卦，尤其是对方临乾卦的时候，一定是名门望族，官宦，不是宦官，就当官的家庭，名流之家。然后呢，也代表着婚姻美满，因为乾卦代表着圆满。乾卦看婚姻的时候，会代表着美满。嫁妆丰盛，就是如果要结婚，对方的嫁妆很丰盛，花费不菲。花费不菲，就是我这一方为了这个婚姻，我会花掉很多钱。你们看婚姻卦的时候，婚姻卦是我们经常要看的。婚姻卦碰到乾卦，往往是好事。不管是对方在乾卦里面，还是我方在，就乾卦都代表着条件是不错的。尤其是世爻应爻，世爻应爻，当然现在很多人还听不懂，就是世爻代表我自己，应爻代表对方。世爻和应爻哪一方落在乾卦里面，尤其是在旺相的时候，都怎么样？都是条件很好的。这个是乾卦。还有一个，比如说你用人，你是用人的一方，对方是被你用的人，对方是要聘用的人，你是世爻，对方是应爻，对方在这个乾卦里面，而且是旺相的，又没有空破，没有木绝，这种时候他很可能是清华北大的985、211的，肯定是名校毕业的，他不会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学校，他是大城市来的。乾卦都代表着这种象。再来看孕产，他是男孩，乾卦代表男孩。有乾卦，就卦里面出现的乾卦，尤其是下卦出现的乾卦的时候，它是孕产，它是生男孩，乾卦生男孩。然后投胎，为什么是投胎啊？
因为乾卦是第一嘛，在先天八卦里面乾卦就是第一。俊俏，她长得很漂亮，这孩子很漂亮，很白净，圆脸，乾卦就代表着圆脸。然后呢，很顽皮，因为乾卦好动嘛，乾卦伤爻，它动的力量很强。还有一个就是奶水足，当然奶水足的在孕产卦里面怎么样看妈妈奶水足不足，不仅要看乾卦，有乾卦是奶水足的一个表现，但更多的你要看水爻，就卦里面要看水爻，水爻旺下奶水足，没有水爻或者水爻浮长或者水爻很衰，就奶水不够，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。孕产的那个卦里面啊，就是子水或者亥水很衰，就说明说这个妈妈没有奶。还有的人会这样，我曾经见过这样的卦啊，有的人说我找了一个奶妈，我找了一个张三李四这个奶妈来给我孩子喂奶，起个卦吧，起个卦看他奶水足不足，看这个水爻就知道了，就知道这个奶妈有没有奶。奶妈水爻很衰就没有奶。然后呢，阳水多，阳水多这也是一个道理啊。基因强大，就是乾卦它有基因的这种象。乾卦为什么有基因的这种象？乾卦代表着一种久远的历史嘛，就你这个家族非常长远的历史。乾卦就代表着你这个孩子可能跟你爸很像，或者跟你爷爷长得很像，它代表着一种基因传承，有这种像。还有一个就是难产，乾卦也有表示难产。为什么难产？因为它很大。乾卦如果在下卦，它是头啊，它头先出啊，这是好的吧？生孩子头先出是好的吗？那乾卦为什么是难产呢？乾卦难产表示它太大了，它头太大了，生不出来，是这么一种难产。坤卦也有表示难产的时候，但是就是它表示难产的点是不一样的。我上节课我有讲过，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？难产有几个卦表示难产？下卦几个卦表示难产？乾卦还有什么卦？巽卦。巽卦是什么？是腿先出来，腿出来是不是难产？就是乾卦是顺产，这个巽卦是难产。离卦呢？离卦是什么？离卦是顺产吗？是眼睛先出来。震卦呢？震卦是难产还是顺产？难产嘛，脚先出来就麻烦了，一定要头先出来吧。还有坎卦，坎卦是什么先出来？耳朵先出来，也是顺产。反正就是脑袋这些东西先出来，你就顺产。手啊、腿啊、足啊，还有肚子。肚子先出来，坤卦，坤卦你肚子先出来，你也是难产。但是坤卦它有什么？它又有顺的这种象，坤卦又有顺的这种象，所以坤卦特别不好判断。肚子先出来也没有这一说，也没有说肚子先出来，要么头要么脚嘛，就没有肚子先出来这一说。所以说坤卦还是表示顺产，坤卦本身就有顺的这种意思。这个是孕产章，然后钱财就是占这个人，占这个人是什么行业的。你是靠什么赚钱的？尤其是人家来占财运，占财运的时候，你要断他你是什么行业的。乾卦代表什么呢？乾卦代表你是做股票的，乾卦代表股票，因为它是金融嘛，代表证券，代表基金，代表保险，这些东西都是跟金融有关系。乾卦就代表着金融，流动资金。乾卦代表流动资金，为什么是流动资金？因为乾卦是动的。乾卦它是不断的涌动的这种情况，它是流动资金，巨额资金，就体量很大。因为乾卦本来就代表体量很大，珠宝玉器及其加工，所有的金珠宝贝、珠宝玉器都是乾卦。然后它的加工业，就是加工珠宝玉器的，也是属于乾卦，这个行业也属于乾卦。比如说他是做什么行业的，他靠什么来赚钱？这个人，这个世爻或者是应爻，这个人他落在乾卦里面，我们往往可以据乾卦来判断他的行业。你是做股票的吧，或者你是做金融的吧？有一次我记得就是有一个人，人家就是做黄金买卖的，他就是乾卦。机械加工、炼钢、钟表修理。钟表修理为什么是乾卦？因为它不停的走。钟表因为它不停的走，所以说钟表是乾卦。乾卦有渐，乾卦的特点就是渐嘛，渐就是不停的意思嘛。钟表不停，另外一个它也是圆的。钟表很多都是圆的，你看我们这个手表基本上都是圆的，但是它更多的是取这个不停的走这种象。第九，身体，身体或者疾病。乾卦代表头，代表肺。乾卦代表肺，肺属什么？肺属金，所以说乾卦代表肺，它也属呼吸系统。呼吸系统就是跟肺有关系，呼吸系统就是乾卦。大肠，大肠是金，小肠呢？大肠是乾卦，小肠是什么呀？小肠是火，小肠为心之表，小肠是火，大家记住了，小肠是火。小肠不是巽卦，是火。
然后呢，右脚为什么右脚是乾卦啊？后天八卦带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六八为足，二四为肩，所以说乾卦是右脚，这个就是根据洛书来的，也是后天八卦。骨骼，全身的骨骼都是乾卦，这个很好理解，骨嘛就属金的，全身的骨骼，我们全身的骨骼都是乾卦。然后脑血栓，为什么是脑血栓是乾卦？因为在头部嘛，脑上面的问题都是乾卦，脑血栓、脑溢血、脑瘤、脑瘫等等，这个都属于乾卦。然后哮喘为什么是乾卦？哮喘为什么是乾卦？因为哮喘是呼吸系统的问题。再来多动症，这个很好理解，乾卦就是多动嘛，躁动多动是一样的。骨骼硬化这种病很奇怪啊，就骨骼硬化也是属于乾卦。老旧遗传病、受寒等等，这个都属于乾卦。老旧遗传病、老病、旧病和遗传病，这都属于乾卦。为什么？因为乾卦就是很久远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遗传病还有受寒，寒本来就是乾卦，所以受寒、感冒这个都属于乾卦。这是疾病。地理场所，大都市很好理解。就我们现在而言，北上广深这个都属于乾卦。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孩子测一下他能够考上哪一个大学，你可以从乾卦上去判断，肯定是北上广深。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有开展这方面的活动，就是对于孩子考大学啊，考大学不是成绩出来以后报志愿吗？那志愿你报了4个学校、5个学校，你这个学校能不能考得上啊？你就瞎报。我们可以告诉他，你这个学校能考上，你报啊；你这个学校考不上，你别报。就通过一卦就能够断定你能不能上哪个大学。这个可以是我们今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事情。去年就有很多孩子滑档，就是他报了这个大学，结果没有上他就滑到第2个志愿就很差的学校，本来可以上211，结果上了一般的本科。就是我们就可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啊！你们谁有这方面的资源，比如说身边有很多考大学的孩子，我们就可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啊，开展这方面的服务啊。就是很简单，一个卦就清楚了。你这个孩子，你想考北大，好，你想考上海交大，起卦，上海交大你上不了，别报，你报了一定滑档。那如果上海交大能行，卦里面告诉你能行，你大胆的报。我们之前做这个初中，就是小学上初中，好几所学校选择，我们起卦一个都没有错过。这个是大都市皇宫，这个很好理解，皇帝住的地方。然后政府高楼、大厦、大会堂。博物馆，为什么博物馆啊？就历史悠久。然后呢，名胜古迹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古建筑也是。佛寺，佛寺是乾卦，所有的佛像、所有的塑像，就是那种鬼呀、神啊这种塑像，都属于乾卦。我们家里面供了一尊佛，如果卦上会显示说你供这尊佛对你是不利，那么卦上一定会出现乾卦。乾卦就代表所有供的东西。不管是佛还是什么上帝，还是关公、鬼神，反正这一类的都属于乾卦。如果你家里面供佛，对你没有什么害处，它卦上不会显示；如果对你很好，卦上一般也不会显示。就是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卦上会显示你家的佛，就是你的供的这个佛对你不好，就是你供的这个佛是供不对的，你不该供这尊佛。就是供这尊佛对世爻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，或者是对父母爻、对这个宅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，卦就会提醒你，你赶紧把这个撤掉。就是这种鬼神、这种神佛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乾卦。然后银行很好理解，银行、保险、证券公司、金融机构，这个都是乾卦。就是有这么多的机构，有这么多的地理场所，这些属于乾卦。然后物品、金银首饰很好理解，原物，乾卦就是原的东西。古董很好理解吧？古董大家清楚没？古董嘛，历史悠久的东西就是古董。奢侈品这个肯定是乾卦。高档的汽车住宅，汽车住宅未必是乾卦，但是高档的一定是乾卦。高档住宅、高档汽车一定是乾卦。保险箱，保险箱也是乾卦。我们家里面的保险箱也是乾卦。镜子，镜子为什么是乾卦？镜子未必是圆的呀。纯，玻璃就是很纯净，镜子为什么是纯呢？你在镜子上能看到一点的杂质吗？看不到。镜子之所以能够照人，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纯粹。镜子也是纯粹。钟表、高速公路、金属制品、武器，这些都是乾卦。武器也有可能是什么？也有可能是离卦。我们说过，
离卦是兵戈之象，武器也有可能是这个离卦，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乾卦代表的武器一定是那种重金属、大炮、导弹，那个重金属就是通体都是金属，都是火药，就是重金属组成的这个武器。高速公路跟金属制品这个很好理解。高速公路为什么是乾卦？乾卦它是这样的一个形象，它是代表一条天路，代表是一条天路，这样一条天路，就是好像你在天上走，一步一步一步很均匀、很快速。乾卦就代表很快速。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通常情况下都是保持，比如说匀速，不见得都是匀速啊，就是最起码说在一段时间里面，半个小时或者说15分钟之内，我就120，我就锁定120。我以前开车经常锁定，我不变了，就锁定在120或锁定在100，记住这种像。所以高速公路行驶也是这个乾卦。然后考学，政治是乾卦，为什么？政治就是君王玩的东西嘛，政治就是这些大佬们玩的东西嘛，所以说它是乾卦。历史呢，好不好理解？历史久远，乾卦是历史。化学呢，为什么化学是乾卦？化学未必是金属特别多，为什么化学是乾卦？因为化学代表着诸多的变化，乾卦也是很多的变化。然后呢，名列前茅，这个很好理解吧？就是乾卦代表考第1名、考第2名，名列前茅，代表名牌大学，代表重点专业。第13是家宅，这个家宅是宽阔明亮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我们占宅呀，占家宅风水呀，我自己在家宅风水这一块上下了很多的这种功夫，所以有很多的见识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。占家宅风水可以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拓展方向。所以说我们今后师兄弟多的啊，我们分开来，你这几个你专门去研究家宅风水，阴宅风水也不是不能研究，真的。其实阴宅风水你们不知道，阴宅风水太重要了。阴宅风水对于后人呐，对于我们这些为人子孙的人太重要了。我自己也是，我自己的老是找不到合适的宅，我父母就一直没有办法去下葬，就是要找到很合适的。很合适的阴宅风水是什么样子的？子孙要好，一定要子孙好，没有子孙好，你什么都是空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自己要好啊，你自己不好，你自己眼前这几十年你怎么办呢？第三，财要好，你要找到阴宅，除了先人要好，就他这个宅呀，他这个阴宅这个位置他自己要好，他不能受克，他不能很衰，然后子孙好，财好，自己好，要满足这些条件实际上是不太容易的，很难找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会的那甲木已经定了，几十年前就定了，那没办法，尽量不要去动木，那是很大的一个工程。但如果比如说你还没定，像我父母亲家就刚刚去世没多长时间，挑了10几个地方不合适，每一次起卦都不对就不敢站，那就再过半年再看，只能这样。然后呢，家宅是宽阔明亮、干净整洁，也是这个乾卦。然后大，乾卦代表大，公家分的房子，这个房子是公家分的，继承父母的房子，就乾卦有继承父母的房子，就是你这个房子是父母来的。我们等一下就有一个卦，他的房子就是父母留给他的。然后与父母住在一起，共有神佛。你看，共有神佛，就是乾卦占宅的卦里面出现的时候，往往会代表你家里面共有神佛。刚才说了，这个神佛如果是对你非常好，它不会体现，只有对你不好的时候才会体现。这是乾卦。